Twitter 官方宣布啊，即将被特斯拉的创始人 Elon Musk 收购。世界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 Twitter， 同时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在这次收购完成之后，不仅会易主，而且即将退市，变成一家 Elon Musk 的私有公司。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意识不到，所以呢，借着这次的视频，我会讲讲我的看法，同时我也会聊一下Elon Musk 这个人。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停留在企业家、世界首富，甚至有人觉得他是嘴炮王，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在我看来呢，这个人的名字会永远的留在人类历史册上。Elon Musk 这个人啊，要说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格局和视野了。我跟大家梳理一下他的公司和公司的业务，你大概就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早年他做过 PayPal， 后来也正是依靠着他卖掉了 PayPal， 实现了他早些年最大的一笔个人财富的暴增。后来他接手了特斯拉做新能源的汽车，特斯拉现在市值7000多亿美金，已经是全球第一的车企了，超过了第二名丰田3倍多。而且特斯拉一度是超过10000亿美金市值的。大家要知道，超过10000亿美金市值的公司，到现在来说不超过10个。除了特斯拉以外呢，Elon Musk 还做了 SpaceX 这家公司，大家都知道，搞的是低成本的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未来的计划是把人类送到火星，实现火星移民。同时衍生的一家公司是 Starlink， 目前看来是补充地球上没有接入互联网的人口。实际上未来是实现人类移民火星之后呢，建立火星表面的基础互联网络。那现在在地球上搞的那一套，其实有点像变相的功能验证测试了。Elon Musk 呢还做了 Neuralink 这家公司，想要通过接入人体大脑，通过电信号来建立人和计算机的互联。长久来看呢，是想要通过电子人的方式，把人类演变成一个更强的物种。还有 Solar City 这家公司做的是新能源的产品。那在当前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做新能源相关的产业呢，也具备非常非常高的上限和潜力。我刚才说的这些项目呢，任何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一个极具革命性的项目，而且这些项目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有着非常非常高的商业价值的上限。通过特斯拉这家企业就可以看得出来，汽车行业呢已经存在了上百年了，但是颠覆传统内燃机电动车呢，作为新型的一种交通工具，理论上是具备着全球几十亿的市场需求的。所以说很短的时间内啊，特斯拉就做到了行业第一，而且资本是非常看重商业上限的。什么叫做商业上限呢？在我过去这些年创业的经历，很有幸认识了一些投资人和机构。那从他们了解到啊，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做一个产品，满足的是特定的固定的群体，相比你去做一个产品，理论上你的潜在受众可能是全世界的人口。这个事儿就直接决定你这个项目能不能融资和融多少资。你去做一个需求量极大的产品，是很容易获得资本的青睐的和认可的。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敢想敢做。梦想呢谁都有，但是敢去做，绝大多数人其实是做不到的。这里我聊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啊。2年前我创业的公司钱烧光了，然后产品销售也不及预期，很快公司就到了经营不下去的这种程度了。当时我个人的债务也接近100万。在这个阶段呢，我就开始回归初心，我就想了想，从小到大我到底想做的是什么，我的兴趣是什么，是什么，哪些东西是我想一直做下去的。后来我就想通了，就是体验科技产品，跟别人聊聊科技类的话题，再加上我用了 YouTube 用了10几年，我看了很多海外的账号，海外的一些技术宅，慢慢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做成科技自媒体。我发现其实我也可以。现在2年过去了，我也算是把自己从小到大的兴趣做成事业了。借助着现在在这个出于兴趣的这个事业，我也有很多厂商给我免费寄样品，给我测试，然后呢，我也可以天天看看科技类的消息，然后做成视频，然后跟同好们交流。所以呢，我对敢想敢做这个概念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说回主题，除了敢想敢做之外呢，另一个让我特别佩服 Elon Musk 的一点在于，刚才我说过了啊，他至今做过的所有的项目和公司无一例外，全部都有着上限极高这个特质。Elon Musk 不仅敢想啊，他还特别的敢想。特斯拉电动车的例子我刚才说过了，大家再想一想星链，这个地球几十亿人，有接近一半的人因为光缆的网络基础设施不够全，然后没有联网，理论上呢也是几十亿的市场。而且它的星链一旦具备规模之后，必然会造成其他国家和组织也想
占领轨道资源，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组织都有廉价的发射卫星的能力。那这个时候 SpaceX 的这个卫星发射业务也就成了一个利润和需求都极大的市场。还有他最早的时候做的 PayPal， 也是依靠着电子支付这个概念，想去颠覆传统的这种只钞现金的这种现状，也是个理论上具备极高上限，可以颠覆行业的一个业务。这个实话实说，比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支付宝啊，还有微信啊，还有数字人民币这些东西，PayPal 的电子支付的概念其实要早很多很多。还有最让我叫绝的是 Neuralink 这家公司，先不说现有科技是否真的能实现啊，理论上，如果说有些人通过大脑植入电极能跟计算机实现通讯之后，那这些新兴的人类跟自然人拉开的差距，真的可以类比现在我们跟猩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了。那这个时候谁不想挤破脑袋成为新人类？那这么一卷，也创造出了全球市场的需求。那这个话题我先不展开聊，因为目前所有 Elon Musk 的商业公司里面 Neuralink 这家公司其实是距离产品量产最遥远的。那相比它其他的商业公司来说， Neuralink 这家公司更像是一个科研公司。脑神经接口这个技术要是真的实现我们理解的那种程度啊，可能几个世代，甚至可能永远都实现不了。但是 Elon Musk 敢去这么高调的去尝试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什么？我想刚才通过我举的这些例子，我的说明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Elon Musk 所有公司的这个商业上限非常之高，然后是商业的这个顶层设计还有野心，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企业家。最夸张的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公司啊，并不只是存在于理论和商业计划这个阶段，全部它已经做出来了，已经拿到融资，已经做起来了。那这些公司里面有行业独角兽，有被华尔街资本追逐的风口，还有具备颠覆行业的这些龙头的潜力。而且其中任何单独的一家公司都是可以做到富可敌国的这种程度的。这个呢，就是我最开始说的一个企业家的格局、野心、视野。即使跟所有现在的龙头的企业家相比，Elon Musk 也属于那种异类了。那听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 AK 你是不是跑题了？怎么跟开头聊收购 Twitter， 你聊了这么半天，跟这个收购 Twitter 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接下来跑题可能还会再跑一会儿。大家一定都有这种体验啊，就是一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前期可能做了很多铺垫和准备工作。那这个阶段其实只有你自己的思路是最清楚的，你自己在布这个局嘛，那别人是很难一眼看穿的。其实就像棋局一样，当你把整个布局、把你的部署做好以后，你的对手就会发现你之前的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有着一个更长远的目标的。Elon Musk 的所有的公司其实之间都是有关联的。我刚才说的星链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6年前 Elon Musk 刚做 SpaceX 这家公司的时候，大家只是看到他想做一家商业的火箭发射服务的这么一家公司。那从外部看来，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比如说他跑到俄罗斯想去买成熟的这种运载火箭，不管是为了反工程做研究也好，或者说想干脆买来直接用也好，其实就是想要降低发射成本。那这个时候 SpaceX 这家公司的商业价值上限啊，也就仅限于全球不具备卫星发射技术的国家和经济体，然后为了这些发射订单而已。你要说利润高嘛，那确实这个行业属于那种3年不开张，一开张吃3年那种业务。但是要聊到商业上限的话，你去相比那些全球动辄几亿、几十亿的什么个人 PC 啊、手机这些市场，这些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市场，那卫星发射这种业务，毕竟就只有国家级的经济体才有这个需求嘛。但是当 Elon Musk 开始围绕着他的商业版图做出了 Starlink 这家公司以后，陆陆续续的很多人就看出来他的野心远远不止如此。当近地轨道通讯卫星这个概念被做起来以后，各个国家和经济体就不得不考虑下注跟注了。因为近地轨道这个东西啊，就像是一个未经开发的矿场一样，你可以不开采，但是你的竞争对手如果占领了这个矿场以后，你们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了。你不跟的话，你们之间的差距就会被越拉越大。前段时间我沉迷《帝国时代4》这个游戏，我的感触就特别深。我跟对手出生在地图的两侧，然后地图的中间往往就是一个资源特别丰厚的一个矿场。开始的时候，我们两方都可以良性发展，对吧？和平发展。但是每当我发现我的对手有意图要占领地图中间的资源的时候，我这个时候确实是慌，因为一旦我不去展开竞争，
那我基本上就已经输定了。结合刚才我举的例子啊，近地轨道的通讯卫星呢，天然就是要注定只能依靠庞大的数量来解决空天通讯的问题。那全球现在所有的卫星，包括同步轨道、中轨道还有近地轨道，一共才发射了不到7000颗，其中还有一小半已经坏掉了，或者是不工作了。Elon Musk 的计划呢是发射4万颗卫星，那现在已经发了2000多颗了。这么一来，具有竞争关系的对手们也不得不发射卫星来占领一些轨道资源。但是大部分国家是没有星链这种低成本的发射技术的，更别说运载量了。目前星链卫星发射的主力呢，还是依靠 Elon Musk 自家的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这个火箭来发射，最高一次的运载量能够发射60颗星链卫星送入轨道。如果借助其他国家或组织的火箭发射服务的话，市场上平均现在发射成本每公斤能做到小1万到3万美金之间。你们猜猜他自家的猎鹰9号火箭每公斤发射的成本是多少钱？3000美金。事儿还没完啊！原本计划依旧是依靠他自家的这个猎鹰9号火箭完成3万颗卫星的部署，但是最近 Starlink 公司决定采用自家 SpaceX 本来打算运载物资到火星的星舰飞船来承担星链卫星的发射任务。星舰飞船 Starship 一次能发射多少卫星呢？刚才说过了，猎鹰火箭是单次60颗，星舰飞船是400颗。发射成本呢？刚才也说过了，猎鹰火箭大概能做到3000美金每公斤的发射成本，星舰飞船能做到10到20美金。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儿能不能感受到一丝丝的震撼。虽然说 Elon Musk 经常许下一些承诺，有的兑现了，有的没兑现，很多人说他吹牛打脸也好，但是如果做到了的话，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大家可以想想看。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布局，一边发射自家的近地轨道通讯服务的卫星，给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创造出不得不跟的需求，那一边呢，拼命压低自己另一家公司发射业务的成本，压低了几十上百倍。人都不傻，有这种发射成本，谁还会用贵几十上百倍的这个价格去找其他的这个公司或者说国家来发射呢？真的，这小子真的太坏了。刚才我说的这些事儿还都不是理论，这些都是实际在发生的事儿。几个星期前，我们的 Signal 的系列视频我就聊过这个事儿了，那就是星链的同行，英国的 OneWeb 通讯卫星这家公司，之前一直是在找俄罗斯的这个联盟号 Soyuz 这个火箭来执行发射任务的，每公斤发射的成本大概是8000美金的样子。因为战争的原因，俄罗斯后来就不给 OneWeb 发射了，现在 OneWeb 就已经开始跟 SpaceX 展开合作了，以后跟 SpaceX 合作的项目和公司会越来越多， SpaceX 这家公司的商业价值也会越来越高，发展上限呢就是被自家的另一家公司 Starlink 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硬生生的突破出来的。类似这样的例子呢，还有 SolarCity 和 Tesla 这两家公司，一家呢做不要钱的太阳能发电和储能，另一家呢做依靠电力驱动的新能源汽车。有了我刚才说的 SpaceX 和 Starlink 这两家公司的例子，这俩公司会怎么玩就不需要我啰嗦了吧。终于说回主题， Elon Musk 为什么要买 Twitter 呢？因为很简单，作为全球最大的几个社交平台之一， Twitter 能赋予 Elon Musk 更高的媒体价值。什么叫做媒体价值呢？那就是说我有公司做产品，我还有公司做社交媒体来夸自家的产品。如果说 SpaceX 和 Starlink 实现了1+1大于2， SolarCity 再加上 Tesla 也实现了1+1大于2，那么大家想 SpaceX、Starlink、SolarCity、Neuralink 还有 The Boring Company 全部都相加，再乘以一个系数 Twitter 会等于什么？Elon Musk 是非常非常聪明的，而且他特别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观点，甚至有的时候每天发 Twitter 能发好几十条。如果说大家过去关注过他，你就会发现这个人说话非常直接，有很多观点他毫不遮掩。但是这个人的观点，如果说你只看表面的话，你就很难揣测到他的真实意图。刚才聊他的这个商业版图的时候，我就解释得很清楚了嘛，他是很会布局和筹划的。那么这次要收购 Twitter 的原因，他多次公开表示是想打造一个什么言论自由什么的一个平台，很可能也只是一个表面原因。
自由言论这个愿景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阶层，那意味着在经济和精神方面是被精英阶层和统治阶层所约束的。那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就好比你不能在你老板面前想说什么说什么吧。你口头上可能答应了老板的工作安排，但是心里你可能觉得老板是非常傻逼的，所以说你说的跟你想的很可能是相反的。那么自然的，我们内心深处对于自由的行为和言论是有着天生的这种向往的。Elon Musk 呢，很自然地利用到了人性的这个需求，给他收购 Twitter 找了一个无比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得到了压倒性的舆论支持。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想追求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其实这个事儿根本就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言论自由是个很虚的概念，依然是回归到人性角度考虑。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一点，那就是其实我们真正想要的是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言论多一些自由，同时希望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少一些自由。我们内心绝对是这样子的，绝对是这么想的，大家可以仔细揣摩一下。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每个人对言论自由的要求不是统一的，但是广义上来说，言论自由的概念又受限于人性，大方向上大部分人是认同的。我自己的观点是，我认同有限制、有条件的言论自由，但是有了限制、有了条件，自由又是个伪命题，所以说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关于这一点呢，可能有点跑题了，我也不想多聊。我们回到 Elon Musk 身上，我带大家看看他的行为暴露出的他对言论自由真实的理解。几年前呢，因为一个特斯拉电动车的顾客发表了一些批评特斯拉的一些观点和言论，Elon Musk 呢就亲自下场取消了这位顾客的订单，还因为有一位 Twitter 用户给他画了一个画像，然后呢 Elon Musk 明显是很不喜欢的，那评论了一句Delete that shit, never pick a pencil again。 诸如此类的例子呢有超级多，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相关的信息。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逻辑，其实很多人看来啊，包括他毫不掩饰的表达自己，甚至一些恶意的观点也都可以自由表达，恰恰是他认可的 free speech 的这个表现。他确实是在捍卫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但是表达的同时 Elon Musk 可以取消顾客的订单，你可以要求别人永远不要再捡起笔再去画画。从这个行为来看，不难猜测 Twitter 如果被他收购，完成退市，变成他自己的私有公司之后，会有哪些后果？那就是你可以说，但是我可以处理你。其实本质上，言论是不是自由，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质，还是人性底层的逻辑，我们都希望有利自己的言论才是自由的。那么我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我自己做视频，表达过很多观点，也看到过很多观众表达他们非常多的观点，所以在这一点呢，我还是挺感同身受的，那就是设置一些条件和限制，那在这个基础上自由的表达。说白了就是要设一个底线，就比如说我的底线就是不能人身攻击，因为人身攻击的言论触碰到了我的利益，说白了就是伤害到我了呗，就不应该是自由表达的。很多老观众都知道我有习惯删除评论，然后拉黑用户，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碰到了人身攻击的这个底线。说白了，频道和视频都是我的，那这一片地方其实算是我来管制的，那么就要由我来设置一些条件和限制。其实上升到平台或者是国家的角度啊，底线其实就是法律。各个平台和国家的因为利益不同嘛，那法律也不完全相同，所以你在哪儿就要守哪儿的规矩。那这个就是我对于 free speech with limits 的理解，有条件的言论自由。很巧，跟 Elon Musk 的观点其实是一样的。其实他认为的 free speech 也是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我最近看了一段 Elon Musk 接受 TED 的采访，就是今年4月份，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关于 Elon Musk 过往的一些预测。那采访者说，你之前不是说特斯拉电动车可以在某某某某年就可以在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从美西自动驾驶到美东吗？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做到？伊隆马斯克特别小心地说啊，我不是说什么都是对的。他还吐槽了很多报道的他的种种预测的媒体，他说他在很多行业其实已经深耕很多年了，而且他有很多行业发展的一些预测的评论。如果说把他说的所有的错误综合起来看，那他简直就是这个星球上最不靠谱的人。但是他预测对的也有很多，但是那些媒体又不报道出来。总之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觉得媒体不够公正，那这也可能是他收购 Twitter 的另一个原因。但是现在互联网世界每天都有这么大的信息量，又有多少人真的有时间会花时间去真正的去看待公平公正的评价一个有争议的事情呢？
人真正关注的其实是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儿，而且往往我们人性深处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偏消极的。比如说，我们都是人，凭什么你能做得很成功，你能比我有钱，一定是因为你做事没底线，我有底线，所以你成功了，我没成功。这才是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态度。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很难客观地评价一个成功人士的。而媒体为了博眼球、蹭流量，报道一些我们人性里面想要相信的，而可能不是那么准确和公正和客观的，基本上就是现在目前媒体的最大的特点。所以我不觉得 Twitter 被收购之后能够像 Elon Musk 内心倾向的那样，因为开源，因为自由，因为没有了机器人和虚拟账号、虚假账号之后， Twitter 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 Twitter。 因为大家其实完全不在意事情的来龙去脉，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想相信关乎自身利益的结果。言论自由的愿景呢，只会是愿景而已。Twitter 呢，还会是那个 Twitter， 即使他姓了马。那么 Elon Musk 收购 Twitter 背后的行为，我们怎么去解读呢？拥有了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后，面对自己多家的商业公司，以后 Twitter 会变成有利于 Elon Musk 的平台，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说以后 Twitter 上出现很多不利于 Elon Musk 和他公司的这些言论，是不是意味着很多评论会被封锁和限制，还有删除呢？那以后 Elon Musk 的这个 free speech 这个概念不就被自己打脸了吗？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首先 Elon Musk 被打脸的事其实不少了，另外封锁和删除并不是唯一的解，让跟 Elon Musk 利益起到正相关作用的信息成为主流，其实是个更高明的方式。比如说最近很多日本爱情动作片的女老师们，他们的之前被封的 Twitter 账号得到了解封，就能让很多人喜欢 Elon Musk 了。还比如说前几天Elon Musk 说要添加Twitter 上的这个修改推文的这个功能，也能得到很多用户的支持，给这些用户留下好印象。那这些方式都太简单，太容易实现了。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删除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言论，你只需要利于自己的言论成为压倒性的主流就好了。不管是屠龙的还是看深渊的，其实始终都是在照镜子而已。所以 Elon Musk 收购 Twitter 的背后其实就是利益。我知道啊，说到这儿很多人都会觉得，所以你做了个这么长的视频，结论就是这个。不看你的视频我也知道，一个商人对吧，那肯定是为了钱。你看一下视频的这个进度条，这才到哪儿？接下来我要讲的才跟这次的视频标题还有主题有关系。Elon Musk 做的企业呢，其实不管是特斯拉还是 SpaceX、Starlink 还有其他的这些公司，其实都并非顺风顺水。特斯拉曾经也多次面临债务危机，数次在破产边缘徘徊。作为老板呢，Elon Musk 很多时候要亲力亲为。我就曾经多次在采访中看到他面露疲态，非常疲劳的样子。SpaceX 也是啊，曾经也有过连续几次试射失败，然后也让 Elon Musk 愁得睡不着觉，然后也在采访中这个流泪痛哭。甚至最大的一次危机，Elon Musk 要面临选择用仅剩的现金来挽救 SpaceX 或者 Tesla 其中的一家公司，但是 Elon Musk 毅然决然地选择同时拯救两家，冒着两家公司都可能破产的风险，最后奇迹般地迎来转机。Elon Musk 成为全球首富，其实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儿。但是跟其他的富豪相比，他积累财富的速度简直可以称得上历史之最。在做 PayPal 之前，他卖掉他的第一家公司 Zip2 到现在大概只用了20年。作为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人，其实 Elon Musk 拥有的所有的公司啊，其中特斯拉这一家就完全可以比肩 Google 啊、Apple 这样的科技巨头了。不过很明显啊， Elon Musk 远远不只想止步于此，他的 SpaceX、他的 Starlink、Neuralink 还有 Solar City 的 Boring Company， 他都想做到特斯拉这种程度。他对于财富的向往呢，在我分析看来啊，明显是高于其他的富豪的。他积累财富的这个手段，一部分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合法经营，但是也有那么一些手段不是那么光彩，甚至很多人因为他的一些下作的商业行为感到恨得牙根痒。很多人都知道 Elon Musk 是个特别会玩资本收割韭菜的那一套东西的，他曾经被怀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这个影响并且操控虚拟货币市场，但这件事儿也让很多人不齿。2021年3月份，他在推特上说，特斯拉电动车，可以用比特币来买了，0.7枚比特币就可以
买一辆当时的价格的 Model 3，然后呢，比特币价格就上涨了5%。那在这之前，他的公司特斯拉买了大概42000枚比特币，听好了，42000枚，当时的市值是接近14亿美金。2个多月过去之后，他又宣布不能再用比特币买车了。他解释说，出于对环境保护的考虑，因为挖矿会造成额外的电力消耗嘛，所以他决定不再支持比特币支付了。然后比特币就暴跌了6%，一涨一跌之间呢，他对外宣布特斯拉卖出了总共持有的比特币的10%，真实情况没有人知道啊。不过就算他说的是事实，特斯拉至少因为这个事儿获益1亿美金。但是在交易市场有多少人是被割了韭菜，就没人知道了。类似的事儿呢，也发生过在狗狗币身上。不过由于虚拟货币的隐匿性这种天性，没有人确定实际情况。伊隆马斯克公开宣传过狗狗币，也公开嘲讽过狗狗币。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狗狗币也曾经暴涨暴跌，它几乎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影响着虚拟货币的走势。当很多人还在纠结比特币啊或者其他的虚拟货币到底靠不靠谱的时候，伊隆马斯克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那就是跳出看待问题的这个事儿本身。当你成为资本，你成为有钱人之后，你说它靠谱，它就是靠谱的。这次收购 Twitter， 伊隆马斯克也是算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吧。按理来说，他通过购买 Twitter 的股票获得的股比，根据美国法律啊，超过5%就应该向 SEC 美国证监会去通告。结果他都快占到9.1%了，这事儿才被披露出来。这个消息被公众知道以后啊 ，Twitter 的股价暴涨了27%。大家要知道，他买 Twitter 股票的时候，每股大概才40美金。那在他拥有9.1%的股份之后呢，Twitter 的股价一度逼近每股50美金了。那在这段时间，因为信息不透明，导致出售 Twitter 股票的这些小股民损失惨重，又被他割了韭菜。那这也确实让很多人有了恨他的理由。有了这些种种劣迹之后呢，伊隆马斯克因为实实在在的动了很多人的钱包，实打实的造成了很多人的损失，实实在在的就收到了很多的仇恨。那说完这些事儿，照理来说，伊隆马斯克的这种资本家的这种无耻的嘴脸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但是很奇怪的是，这家伙在自己身上没有特别的夸张的花销用来享乐，至少跟他同级别的这种富豪相比，他花的钱还真不算多。甚至去年他卖掉了所有的房子，公开宣布自己变成 homeless， 就是这个月的事儿。在一次采访里面啊，他说如果他去美国湾区的话，他会住在朋友家里，因为他没有房子，他没有房产了。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了解相关的这些事儿。一个创业家可以忽略家庭，吃住在办公室，住在朋友家，还强迫员工加班，也发生过拖欠员工工资的事儿。一方面，我们都觉得伊隆马斯克很抠门，疯狂的赚钱，极具野心；另一方面呢，也没有无节制的追求物质生活。那这个就很奇怪了。赚钱如果不是为了花钱享乐，那么他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在2002年的时候，也就是20年前，有人说要做一家公司，业务呢是把人类移居到其他星球，需要资金支持，你会怎么想？结合我视频开头讲过的，要有梦想啊，资本反而喜欢那些可以画出超级大饼的这些疯点子。但是问题是，太空移民这个点子已经不属于正常人的企业家会想出的点子了，而且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外部压力指的是，比如说外星人入侵、地球资源匮乏，或者说地球面临毁灭。没有这些情况，谁会想要离开地球生活呢？风险这么高，而且买得起这个服务的人，也都是这个地球上最有钱的那些人。谁吃饱了没事干，赚了那么多钱，不去享受生活，而选择去冒险，去一个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星球重新开始呢？那么这么想来，不仅是没有资本青睐这件事儿，甚至从逻辑上来讲，这件事儿根本就不合理。你需要动用全球的资源去做星际移民这件事儿，但是全球的资源呢，又掌握在这个地球上过得很安逸、最不想离开地球的一群人手里。你能融资做成这个事儿才怪了。所以2002年 SpaceX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伊隆马斯克注定只能通过有钱赚的那些业务来实现公司的发展，最后实现太空移民的目标。而且如果要实现星际移民啊，需要的资金真的是天文数字。所以我们看到了伊隆马斯克做了7、8家，其中任何一家都有潜力做成1万亿美金市值的企业，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伊隆马斯克
这么有野心，还有他的格局超过了很多其他富豪，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赚钱的手段可能没有那么光彩，还解释了为什么他没有太多的个人花销，甚至不想要房产，因为星际移民实在是太贵了。Elon Musk 自己评估啊，如果想要在火星上建立一座城市，大概需要1000亿美金到10万亿不等。那他的计算方式很简单粗暴啊，他只是计算了100万吨货物从地球运到火星的成本，包括了星舰飞船，还有人工，但是不知道包不包括在火星上的人工成本，还有风险成本。那我就按照他的预估来计算，他的目标是在2050年以前实现火星移民，到现在还有快3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 SpaceX 需要平均每年赚至少33亿甚至到3333亿美金。为了这个事儿呢，我也做了一些调研，我发现外媒呢也有按照全球经济来计算的，完成火星的一座城市的建立呢，需要全球经济总和的1%。换句话说，Elon Musk 要赚全球1%全部的产值的钱才够。那怎么理解这件事呢？那就是说，当你如果也有了移民火星的目标以后，换成你也会拼命的想着办法做全球最垄断、最高科技、最赚钱的公司，用最有效、最快速，但是可能不是最干净的手段赚钱。你可能也会放弃地球上的香车、美女、豪宅这些东西，因为除了享乐以外呢，你有个更远大的人生目标。而且如果真的去了火星，地球上有什么香车、美女、豪宅对你来说也不重要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Elon Musk 今年50岁了，如果说想在2050年以前，也就是他80岁以前实现这个目标，那他的时间还是有限的，他要以最快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来赚够这地球1%的经济产值，来进行这最后一场豪赌。为什么我说豪赌呢？因为这个项目不代表你有了钱，有了足够的钱就一定能实现，其中的风险、挑战，一切都是未知的。那这个呢，其实就是 Elon Musk 终极的一个梦想。大家都知道，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人除了最基本的物质和安全的需求之外呢，最高层的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了。那很多成功人士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顶端了，但是 Elon Musk 就是那个想站在需求金字塔顶端塔顶，他还想跳起来的那个人。其实从最一开始啊，可能是2011年那次公开的表示他想实现的目标是移民火星的那次采访，也可能是更早2002年他刚创办 SpaceX 公司的时候，还有可能更早他的目标就已经是移民火星了。只不过他知道一开始别人会觉得他是疯子，但是当他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人之后，再告诉别人他其实一直追求的就是移民火星这个目标，至少不会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疯子。我做科技类的视频2年了，那这2年其实我遇到过很多关于 Elon Musk 的话题，不管是直播也好，还是做视频也好，我陆陆续续的聊过一些我对他的这个人的看法，也遇到过很多观众的留言表达跟我不一样的观点。之前还有人问我是不是崇拜 Elon Musk， 我回答说，其实我不崇拜他，我是很尊敬他的。因为很简单，我知道他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其实他是值得尊重的。作为一个有梦想的梦想家，他的梦想也是值得尊敬的。作为一个喜欢科技的极客，不管是电动车、脑机接口、可回收的火箭、几万颗空天相连的这个星链卫星，都是我脑子里也想过，但是却不敢想象的产品，他都做出来了。那些不同观点的观众的留言呢，可能是因为买过他的产品却不认可，比如说特斯拉电动车就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确实有人买了不喜欢，或者因为 Elon Musk 的原因造成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造成过经济损失，也或者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大放厥词，骂这个骂那个，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不好。总之你不喜欢他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实不重要，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人，或者说觉得他是个骗子，这是你的自由。但是如果说你不太了解他所有的经历和他对于未来的愿景，还有他已经做成了什么事情和他最后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很可惜。然而恰恰是这些并没有全面了解 Elon Musk 的人，才会片面的觉得他是个企业家、野心家，或者说硅谷钢铁侠，干脆也有人觉得他是骗子，还有特别会炒作的这么赚钱没够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这些描述其实都不全面。其实要想了解 Elon Musk 这个人，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简单。他只是个小孩子，从小梦想着将来能够
带领人类移民外太空，他的梦想始终如一没变而已。不管是做了100公里加速不到2秒的 Plaid S， 还是趁着汤加海啸网络基础设施被破坏之后趁机推广自家的星链通讯卫星，或者说趁着战争给乌克兰提供星链卫星服务，或者发 Twitter 要单挑普京，还是说变卖掉所有的房地产然后收购 Twitter， 就算他将来要去竞选美国总统我都不意外，因为他其实真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通过各种方式找父母索要更多的乐高积木，就是为了完成心里的那个城堡。那他所有的行为呢，也都是为了给自己星际移民的梦想添砖加瓦而已，而且我觉得他做得到。Here's to the crazy ones, the misfits, the rebels, the troublemakers, the rumpegs and the square holes, the ones who see things differently. They're not fond of rules and they have no respect for the status quo. You can quote them, disagree with them, glorify or vilify them. About the only thing you can't do is to ignore them, because they change things. They push the human race forward. And while some may see them as the crazy ones, we see genius. Because the people who are crazy enough to think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are the ones who do.